Hello，大家好，我是 Stephen。有的小伙伴私信我是如何成为一名 SER 调查员的，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待我以后有机会再出视频向大家慢慢讲解。今天闲来无事，想到出入 SER 时接受的一项能力测试，在这里想与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既然是调查员，考核的自然就是调查能力。SER 给的考题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进行调查，并给出一份调查报告。Stephen 坐标澳大利亚墨尔本，为了展现自己与其他调查员的不同，于是一拍脑门，决定作死一下。虽说是作死，但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被录用了。那么下面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敲开 SER 大门的调查报告——墨尔本都市传说大调查。澳大利亚墨尔本，风景如画，教育之都。有着一年四季之称的文化天堂。慢着，这个好像错了。好，让我们重新开始。每一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传奇故事，或真或假，或是温馨，或是惊悚。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拥有世界最宜居城市之称的墨尔本的都市传说。不行，这么说话太累了，还是恢复一下。我们先带来第一个。墨尔本皇家赌场是坐落在墨尔本南岸最中心位置的大型娱乐场所。亚拉河畔夜夜笙歌，人气兴旺。可但凡赌场游戏都是具有高度刺激性的，只玩老虎机的人可以 pass， 所以保不准哪一天就会有一位老主顾一命呜呼在赌台上。进而墨尔本坊间一直有传闻，皇冠赌场拥有一个神秘的太平间，而且皇冠赌场更是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负责对这些尸体进行秘密处理与运送。然而皇冠赌场坚决否定了这一传言，历史上也确实未曾在赌场内发生过尸体神秘消失的故事，所以在那赌场的地下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太平间呢？坐落在北区本多尔校区的 La Trobe University， 随着这几年北区的大修基建、人口就业及新房的开发，北区正是蒸蒸日上，愈发受到大家的关注。而有谁知道 La Trobe 大学的校区中有一批红瓦铺顶的神秘建筑，而这里100年之前竟是一个叫做 Mont Park 的精神病院。这座精神病院始建于1912年，据说当时有一批病人是农场的工人和工匠，被医院要求当作劳动力来生产食物，从而为医院带来收入。而剩下不能工作的病人呢，则会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病房里，他们会被套上拘束衣、脚镣，关进隔离房。据说自建院那天起，走进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墨尔本的老监狱，这个坐落在墨尔本最中心，是 CBD 之中每天有着数以万计游客的著名景点。这座老监狱从1842年投入使用，直至1929年关闭，也曾经是墨尔本最高的建筑。这所监狱曾经关押的犯人几乎都是重刑犯，在使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共有135名犯人被实施绞刑，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丛林大盗 Ned Kelly。据传，所有被绞死和病死的犯人就被埋在监狱的坟墓里。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这毕竟是个监狱嘛，这种事情在所难免。可你不知道的是，这所监狱的遗址除了一部分被改成了博物馆供人参观以外，还有一部分可是被并入了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校区。根据网传，因为老监狱的原因，所以校区的1号楼、11号楼、13号楼、20号楼和24号楼，每当夜幕降临，都是学生和教工们经常遭遇灵异事件的地点。IMIT 的小伙伴们，你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相信提起 Jack the Ripper，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想到 Jack the Ripper はお前だ。没错，就是那个18世纪让人闻风丧胆的伦敦开膛手。墨尔本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开膛手杰克的最终归宿其实是墨尔本。2009年，一位名叫 Jeff Crawford 的学者称，他认为开膛手杰克就是墨尔本 Windsor 的居民 Frederick Bailey Deeming。原因为何？因为 Frederick Bailey Deeming 因谋杀妻子 Emily Mather， 1892年时在墨尔本，在紧挨着富人区 Toorak 和 Prahran 的 Windsor 被捕。随后，英国警方查看了他移民澳洲之前英国的家，意外发现他的前妻和4个孩子的尸体，
且作案手法上均和当年的开膛手杰克如出一辙。随后 ，Frederick Bailey Deming 在墨尔本监狱被执行绞刑伏法。这一理论其实在2009年才被提出，真相其实早就无法证实了。至于 Frederick Bailey Deming 究竟是不是开膛手杰克，或许真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最恐怖的一个，也是今天最后的一个。墨尔本是全球唯一一个今年再大的金融危机仍是 GDP 正增长的一个城市。全球仅此一城，房产稳定增长到过分，房产控制率小于2%，通胀小于3%，以前不买房现在都快买不起了，太恐怖。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进入我的脑子，职业病又犯了。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吧。Luna Park 1912年开业，坐落在景色优美的 St Kilda Beach 旁边，这几乎是每个来到过墨尔本的人都会知道甚至去过的著名景点。说真的，就算是我 Stephen 第一次来到 Luna Park， 看到他那与众不同的门脸之时，也不禁打过一次冷战，但却又没有多大在意。可入夜以后的 Luna Park 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Luna Park 不断有员工表示，在园区关门以后能见到许多的东西，尤其是在过山车、摩天轮和 Ghost Train 附近。为此园方甚至邀请专门的鬼魂调查公司介入检测整个园区的鬼魂。这不查不知道，这一查，调查公司竟在过山车那边用录音设备录到了一些重复的声音 ，All aboard。而同样被报告最多的是一个叫做 Joker Ghost 的鬼魂。Luna Park 曾经有一个叫做 The Big Dipper 的过山车，在施工的时候，一个工人竟无意地发现房顶上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但当他仔细再看的时候，这双眼睛却消失了。至此以后，每当有过山车接近站台的时候，不断有人能看到站台远端有一个人忽隐忽现，甚至有人在摩天轮上会发现自己身边多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由于灵异事件越来越多，终于在1989年的 Big Dipper 这个过山车由于安全原因被拆除。可真的如此吗？就连 Luna Park CEO 本人 Mary Stewart 都说，夜里的 Luna Park 总是给人感觉怪怪的。我的员工总是说他们在关门的时候仍觉得有人在这里。好了，其实墨尔本还有许多的都市传说，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维多利亚女皇市场的墓地、QV 的女性停尸房以及郊外的超大猫怪。Stephen 今天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好的，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墨尔本都市传说。我是 Stephen，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